现在我们把那个基站电脑给它搭上。电脑的话，在外面作业的话，一般就是电量，电脑的电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基本上给配了一个这个外置电源，一个适配器，它属于一个降压模块，然后基本上就是6S 的电压，然后的话适配器一般是20伏，然后我们也给它调到20伏的。我这个电脑一插上啊，我现在是有电是满电的情况，基本上灯是亮的。基本上现在是在一个充电的一个状态。鼠标连上，然后搭上我们的速传。速传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配了一个大吸盘的一个车载天线，只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距离很近，因为我们就用那个小蹦状天线，基本就是足够了。基本上放在室外，因为我们这个天线很小啊，也没有延长线，有延长线的我就可以把速传放到里面，然后天线放到外面去。好，打开我们的地面站。然后科目口，我这个科目口连上速传是科目11，然后波特率速传是57600，然后连接。连接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个20秒钟左右吧，然后它获取飞机的一个参数，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点取消。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看见飞机的一个状态。飞机的现在一个角度还是指向11度的，然后模式现在它的飞机的模式现在是多轴定点。好，现在我们飞机连上了，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航线规划，在这个飞行计划器里面，然后 KML 覆盖。打开就是我们要用的一个范围，这就是我一个测试的一个范围。好，然后我们把它的范围给圈出来，基本上我们都要往外扩个100米至200米的样子，这样的话就是为了避免到时候重飞。然后生成航线，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就要选择一个相机。相机的话，我这个是索尼 H2，它的一个相机配置这边，它默认的是28毫米的一个焦距的一个镜头，我们是35毫米。然后这些传感器照片的宽度啊、高度啊，基本传感器的一个尺寸啊，基本都是正确的。然后保存。然后可以写个35毫米，H2。好，我们再回到这边，那我们要进行一个飞行的一个高度。我这个的话，一般规划航线的话，反正就是常规的嘛，就是1:500的图啊，1:1000的图和1:2000的图啊。1:500就是分辨率在10公分以内，分辨率10公分以内。如果就是1:1000的，1:500的图是5公分以内，1:1000的图的话是10公分以内嘛。然后用的最多的就是1000的图和2000的图。这个的话，我们这个地方飞矮一点，飞个200米。就相当于就是一个500的图。我改一下它的角度，然后这个就设置一个航向和重叠率，航向重叠率和航向重叠率。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看的话，就是看它这个最高处的航向重叠率和最高处的航向重叠率。一般的话，满足在航向重叠率的话，一般在70以上，然后航向的话，基本上是在55以上吧。这个的话，
我这个设的是80，它最高速的航向重叠率是79%，然后最旁向重叠率的话是58%啊，我可以也够。一般的话，你可以不放心，你可以把它加大一点啊。这边要看一下，这边要覆盖到这些边边角角，就侧区的边边角角。没覆盖到的话，像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旋转一下它的方向，旋转一下方向，然后选择一个进入角，因为我们在这里起飞，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风向是从北往南的话，我们机头就是飞机出去就这么出去。靠近这边应该是最近的，让盘旋上去。然后我们盘旋上去最近，我们相当于就是要把它的一个进入角给它改一下，它现在是在左下方，我们要弄到右上方去。这可以拖动一下，右上方。好，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航间距。航间距的话，这个航间距是82，然后我们这个飞机的话转弯它是比较大的，这个转弯半径，所以说我们就要交叉一个航线，满足它的转弯。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覆盖延伸，覆盖延伸就是飞出去150米，然后进行一个转弯。基本上150米是足够了，但是你前提是要保证这个航间距。航间距的话，我们这个飞机航间距最好是在150以上。如果我们低于150，我们就使用交叉航线。然后再来检查一个它的一个分辨率，地面分辨率。这个地面分辨率是2.79公分啊，肯定是500的图它是够的。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距离，整个距离测区的我们飞的一个飞行距离是12公里，12.5公里。拍照时间这个最好的话是不要低于1.5，像这个我也现在接近1.5，然后我可以把这个拍照时间如果短的话，我们可以加大它的一个飞行高度。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200米那个距离拍照时间有点近，我可以加到250米。现在拍照时间基本上就是1.9。因为我把这个高度加大了，高度飞到250，因为我刚刚拍到时间不够。然后分辨率也上升了一点，地面分辨率的话，现在是基本上是3.5公分，但是也是满足的。然后最后再确认一下最高处的重叠率，好，都是在满足70以上、55以上。然后地面分辨率是在我做500的图的话，就是在5公分以内。拍照时间1.5秒拍一张，拍照的距离是34米，它是等距拍照。然后的话，我们就点应用。飞机现在我是连上的，话，我现在就需要添加一个起降航线。好。垂直起飞，我这个垂直起飞，因为我这边不是很高，我可以垂直爬升到40米。就如果在山区作业的话，你不放心，然后你就可以飞个40米或者45米，然后引导高度出去一个点，就是垂直爬升出去第一个点的高度，要不跟垂直高度是一样的，跟这个高度是一样的，要不然就是加大5米，最多加大5米。引导距离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拖动。盘旋爬升这个我这个因为跟车区很近。我就可以直接盘旋到作业的航线高度250米，盘旋半径我这个可以改到100，盘旋半径必须改到100，然后返航保持高度，这个的话在测区里面，最好的话是跟测区的高度是一致的。如果你能确保就是能让它下降的话，但你确保就是前提确保它那个。中间是不会撞山的，什么之类的啊，就是没有遮挡物，没有山体或者什么房屋什么之类的。盘旋降高，我这个地方这基本上属于平原，
可以盘旋降高到65米，然后最后一个点回来我可以让它到30米。然后一般的话，就是为了安全起见，你这个盘旋降高，你可能就在山区作业，你就盘旋到90或者甚至更高。然后引导高度回来的降落的引导高度，你可以适当的高一些，就是你确保不了的话。然后最后我点添加，好，添加出来，这边我可以航线我可以看得见。第一个点，第一个垂直起飞，V take off 40米，相当于在这原后面点上面垂直爬升40米。这个出去的第一个点，我说过就是要不然就是跟垂直爬升的高度是一致40米，要不然就是最多比它高5米，这样我确保它成功切换。然后距离的话可以就是在160左右吧，基本上就足够了。然后这个盘旋点，这个就是一个盘旋点，这是一个盘旋上升的一个盘旋点。然后我放到就是我能看得见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我在这个放在这个河边上，这挨着河边一个田园上面，我可以看得见，我可以看得见它盘旋。然后我也能确保它这个周围这个盘旋点周围100米以内，它是没有障碍物的，没有山体没有房屋，没有就是20-30米高的那个房屋嘛。然后这个4号点是为了引导它进去一个航点。如果就是说我这个点没有的话它可能就是这样进去，这里出现一个小锐角，这样的就是为了方便它就是进去固定一转弯，因为它要一个就是很大一个转弯半径。如果就是没有这个的话，我相当于把这个2个点拖着一堆，它是一个小锐角，它是转不过去的，然后相当于要转到外面来。这样的话我就把它拖到这边，相当于跟它垂直。进入的话千万不要就是出现小锐角。这是飞完了回来的话，这是一个盘旋，这是一个返航保持高度的一个点，这个返航保持高度。如果你把返航保持高度能降低，那你就能确保这2个之间下降，它是没有一个山体或者什么房屋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能要确保不能它撞东西。好，然后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拖到盘旋点附近，但是不要紧挨着盘旋点，就是在它的一个300-400米之外的一个范围吧。因为这个地方我属于微风的情况，我就可以这个地方我属于微风，基本上是无风的情况，我就可以就是说盘旋点设到同一个位置。如果就是说风很大，我就必须就是要逆风，我就要把这个点拖到飞机后面，因为风是从北往南，那肯定就是要必须这样回来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无风的状态，我就暂时可以放到这里。然后这个的话回来的一个点现在可以放到后幕点，基本上100米左右吧。如果就是现在如果有风我感觉就是风很大，我就把返航保持高度这个点拖到逆风的方向，因为现在就比如说它是由北往南的一个风向，那就在这边盘旋，那就必须在这边盘旋。好，盘旋完了过后，这个点就是要这样回去，就是逆着风回去。风是从由北往南，那我必须就是逆着风回去，就这么出去，逆风出去，回来的时候也是逆风回来。但是现在基本上属于一个无风的状态，我就可以，风很小或者无风的状态，你就可以这样操作。就是顺一点点风也不存在，但是风很大的情况，有个3-4米每秒，那就是尽量逆风，能逆风则逆风，那就必须逆风。好，现在的话我就航线基本我规划完了，然后我再确保一下它的一个高度是否正常。好，我们这有个高度曲线，点开过后，这个蓝线它是地面的海拔高度，就是地面的一个高程。这个红线是一个飞机的一个高度，飞机的一个飞行高度，它的一个轨迹的高度。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
这个红线它是不包，它是在那个黄线这个飞机轨迹这一航线黄线下面的一个高度嘛，但是它不包含这个盘旋，不包含这个盘旋的一个高度，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检查一下有盘旋点往外绕，这个我可以看见高度，我鼠标放到哪，它的高度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说我们往面绕到个200米到300米的一个样子，往外面绕，看一下有没有突然一个高雾凸起来。在山区的话，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个高雾，就是你肉眼看着还有感觉离这个点很远，但实际还很近，就检查一下基本上是没有一个高雾，所以说它盘旋的话，在这个地方盘旋是没有问题的。高度曲线它是看不见这个盘旋的轨迹，它只能看见这个黄线的一个轨迹。这个红线，它只显示这个黄线的下面的一个高层，它不包含就是说盘旋的一个轨迹。然后的话，我们在作业的，就比如突然有个高雾在山区作业，我们要确保就是安全的一个高度，就是红线到这个飞机的飞行高度和这个地面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高度就是两个，你这有一个比例尺然后确保它的一个高度在确保一个高度在那150以上确保高度在150以上。如果就是说它两个在150，最低保证150。如果就是说你低于150，比如说它这个高层数据有点什么错误或者就是说上面有一个铁塔还有什么高压线就凸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个几十米或者接近100米，那你很容易撞上去就确保这个红线和这个蓝线之间有150，在作业的时候，在上升的阶段。但是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因为这个两边上升的话，我是基本上是可以几乎完全肉眼看得见的，它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好，完了过后，我们现在就点起始位置。起始位置是把这个 home 点获取到飞机线的这个位置。如果把 home 点拖远一点，你看，我一点拖远一点，我一点起始位置，它马上就跳到飞机线的这个位置来了。完了过后，我们就检查好了，然后写入航线。好，写入完了，我们这边过来是完全可以看得见它的一个写入的一个情况。如果没写进去，它会给你提示一个报错。这边会给你提示一个报错，然后过来的话，它这个航线是没有的，是写不进，相当于是没有这个黄色的一个航线。